竟然忘了按车表啊！哪有人骑环小台湾还带了空拍机？感受这山水间的宁静与自在。这也难怪诗坛被誉为长寿乡，就是很陡啊，有点累了。到底今天会不会成功完成呢？要不要北上啊？ 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清晨骑过风情海岸，沿着台一线向前，经过天人茶文化馆，阳光从左侧洒落，前方那块刻着头份的大石提醒我们头份到喽。拐进一条陌生的田间小路，来到我最爱玩的涵洞。今天又会骑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在头份的田间小路。 绕一下，天气越来越好喽。今天要骑环小台湾245公里，总爬升约2500公尺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斗焕坪，等一下前面要右转。今天要先来去仙山，好久没上仙山了，超期待的，不知道还爬不爬上去。 右转就突然爬坡，没有走过这条路线，不知道，吓一跳，没想到要爬坡，傻眼，刚刚转错了，应该要那个弯过去，下面那个才对啊。是有多期待爬坡啊！一看到坡就冲。 原来是要开心下滑，不是上坡啊！啊，太好笑了！刚刚右转弯错了，太早弯，应该是下一个才弯啊，差点跑去营区啊！从斗焕坪开心下滑，把握下滑欢乐时光。今天可是要爬3个大坡啊！过这个中港溪就来到3湾喽。 苗17之2，有下就有上，我懂，爬坡吧！要进3湾市区，先过这个丘陵再说。怎么又来一个坡啊？奇怪，没走过的路就是这样。没有注意到有坡。过了3湾水梨果园区，就可以开心下滑。又要过中港溪喽，不用怀疑。 中港溪就是在这3湾里弯来弯去，总共绕了3个大弯，所以才叫做3湾啊。而说到3湾，一定会想到3湾梨。3湾高阶梨是将日本进口的梨子接在台湾本土的横山梨树枝上，让这些生长在温带的水果也能在副热带成长。这3湾梨好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中港溪富含钙质，渗透在土壤里。 让生长出来的水梨特别不一样。说着说着，诗坛就到喽。我要前往诗坛喽，天气很好，超好。诗坛纵谷，两边有高岭，中间直直一条坑。这句当地人的形容简单却贴切。 因为这里真的就是东侧是八卦岭的山脉，西侧则是八角洞山脉。草莓，别只想到大湖草莓，这诗坛乡草莓栽培面积可是仅次于大湖哦。看到这仙山门楼，总高约16米，相当于5层楼高。今天我们就是要前往距离约6公里、爬升约500公尺的灵洞峰，诗坛新店老街旁的新店溪观鱼步道，鲜艳逗趣的墙壁彩绘。 很想逛起来啊！到底要不要上仙山啊？还在旁边玩？好吧，准备 face the music， 上仙山吧。第一次从这片上仙山，好紧张哦！不知道。 爬不爬得上去啊？加油啊！今天的第一座山。
在开始就是一直爬坡上仙山，目前是还好，这坡度还可以。仙山标高967公尺，虽然隶属于八卦力山脉，但其知名度远胜过主峰八卦力山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我们骑单车的只能骑至灵洞宫前方的仙山石碑，标高698公尺。安嘎，去全家补给完，在狮潭老街准备上来仙山这条路的时候，竟然忘了按车表啊！不想再下山再骑一次啊！我的台湾地图啊！仙山原名红毛馆山，因为地处在南庄蓬莱村附近而得名。蓬莱村原名红毛馆，光绪年间英国人在此设立办事处，大量采购樟脑。当地人看到英国人以为是荷兰人，才把殷商的聚集地称作红毛馆。早期谣传仙山有能治病的仙水，仙山灵泉的声名因而远播。至今还是有许多人会从灵洞宫爬上邪灵宫的仙水亭，汲取这股清凉甘甜的仙水。我呢，上不了邪灵宫，但我这水壶里满满的水，这一路的诚心与敬意，应该也把这壶水淬炼成仙水了吧？看到灵洞宫了，应该快到了。灵洞宫我来了，看风景，继续爬坡。我才刚想说低头认真爬就到了，哇，太帅了！仙山石碑海拔698公尺，而我特别喜欢上一旁的仙基台705公尺，享受仙境。意想不到吧？我不但带了满满的水壶，哪有人骑环小台湾还带了空拍机？仙山的壮丽到不了的邪灵宫，只好使出空拍一探它神秘的面纱。第一次从仙山背上仙山，就爱上灵洞宫前宽阔的风景。前方那狮潭纵谷清晰可见，公路蜿蜒，看着自己上来的路线，仿佛将整趟旅程收进了记忆里。层层山峦如波浪起伏，这里的空气纯净，让人不禁想多留片刻，深深呼吸，感受这山水间的宁静与自在。这也难怪狮潭被誉为长寿乡，而我真的就在这灵洞宫驻足许久，欣赏这片震撼人心的大景，差点忘了自己还有200公里要骑啊！我们离开灵洞宫了，下一站五指山，先到南庄吧。就这样开心的下滑13公里，下降487公尺。一路俯冲，风声在耳边呼啸，瞬间从山巅滑入谷底，直奔南庄。伤心啊，这条路线竟然没进南庄闹区。单车画图骑乘的缺点就是没有标在路线上的，最好不要擅自弯过去，否则就会像刚刚在狮潭进了全家补给悠哉休息，结果回到路线竟然忘了开车表的伤心故事啊！这一段东河到苗栗和新竹的县界4.46公里，平均坡度6.28%，慢慢爬吧。好漂亮，好陡啊！这里车子很少，骑起来真的很棒，就是很陡啊，有点累了。到底今天会不会成功完成呢？哦。感觉还要很久哎，加油！路边有小黑啊，还好，他完全没有理我。苗21之1终点，代表下滑喽！等一下，这什么情况？还好我的路线有通，不然我现在才画地图到屏东县，台东都还没开始画就失败了。现在要前往五指山，今天的最后一个坡了。
这几天白兰部落的樱花盛开，美不胜收。这沿途的车流如织，一辆接着一辆，一波波涌进山里。可惜路线没有上白兰部落，不然我也想去掺一脚啊！不上山，直走。骑到这里，山路热闹的像市集，少了平日的静谧，多了节庆般的喧嚣。太搞笑了！咱们就在这个岔路往前走，差一点就要去哪里？观雾了。要往旁边这个小路过去才对哦。好，走吧。从瑞昌大桥跨越上平溪，我们就来到竹35喽。竹35连接台三线线到122，全长约11.5公里，会经过真昌大桥、枫香瀑布、奇龙古道、乐善堂和大山北岳等著名景点。上平爬大山背这段大约3公里，平均坡度6.9%。上山喝咖啡，人潮满满。转个弯就到大山背喽。快3点了，到底要不要北上啊？营销摸黑回来的啊！再想想看吧，要不要北上啊？好挣扎哦，关西耶！来看到关西，应该很想回家吧？这车尾灯断了，赶紧在便利商店借个胶带。老天爷都赐给我胶带了，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吧。好了，剩一个关西坡要爬，好不容易爬了一堆坡，后面都平路了，我还是决定北上。现在已经3点多了，还有大概140公里啊！加油！好嘞！好了，来到龙潭，跟新竹说再见了。6小时吧，还是7小时后见？拜拜！我要去台北喽。今天爬了太多坡了，一想到等一下接下来路都没有坡，就超开心，所以一定要把它骑完，不然枉费我爬了一堆坡。啊，平路，太开心了！暂时不想再看到坡。大溪河滨公园，我没有选择走台山，来走河滨步道，来这看水看田，来去接莺歌陶瓷博物馆。弯出来不是来看韭菜花，是来装水啊！没有水了。骑车时，我总是利用奉茶行动 App 查询附近的饮水机，减少瓶装水的使用，少一个塑胶瓶，多一份对环境的善意。在95公里，加油！现在是逆风啊，等一下去西滨就开心啦，顺风。准备进入夜骑模式了，天黑了。没想到我也可以在台北河滨夜骑耶！可以欣赏台北的夜景，太帅了！夜幕低垂，台北的城市灯火次第亮起，璀璨灯光映照在河面上，耳边是风声，远处传来城市的喧嚣。这是一种属于城市夜骑的浪漫。东西南北时，许多约骑的集合点。台北夜骑，太好玩了！隔着淡水河眺望对岸的关渡宫以及夜航的船只缓缓驶过，骑行在河畔，这一幕让人心生宁静。廖天丁庙、林口发电厂、新丰休息站、凤鼻隧道，到了！感谢您陪我一同骑行环小台湾，我们下次见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